方淼，我求你个事儿呗。冰淇淋。方淼，我把你爸爸妈妈和姐姐的信息写了一下，不全面但够用了。还有你插队的时候的事儿，我编了一点儿，反正徐主任也不知道，我觉得能蒙过去。最主要的啊是这段，一定要记下的。救人时，我的脑袋里是一片空白的，因为救人对我来说是本能，是不需要准备的。如果一定要想，我当时只有唯一的一个信念，就是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你听没听我说话？你想让我假装康复，去帮你骗人？你不要这么说，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好，我也是做了很长的思想斗争，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你看在我照顾你这么多天的份儿上，你帮帮我呗。你要是帮帮我的话，我就请你吃冰激凌。什么表情啊？你是不愿意还是背不下来？对，你还是病人，确实有点难度，我帮你精简一点。救人时，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的，因为救人对于我来说是本能，是不需要准备的。如果一定要想，当时我脑子里只有唯一一个信念。那就是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方明阳同志，你可太棒了！贝尼同志，请我吃冰淇淋。一言为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简直太好了！我听费尼同志说，你已经完全恢复了记忆，真是太好了。徐主任好，我已经完全彻底的康复了，请您和厂领导放心。这病好了，人都精神多了。冯丽娜，赶紧倒茶。徐主任，徐主任坐，坐。哎呀。方淼同志，你真的全都记起来了？对，基本上都记起来了，只是他脑子受过伤嘛，可能对有些事情还是有些模糊。但大夫说了，他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学习，可以说是完全康复了，是吧，方明阳同志？是。是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！哎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厂宣传科的汪科长，我今天特意把他请过来，就是要专门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。我要号召全厂的职工一起学习你的高贵品质。汪科长好。你好，方明阳同志，你先跟我们大伙儿讲讲当时救人的时候，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幸好这个问题我有准备。徐主任，当时我脑袋里是一片空白，因为救人对于我来说是本能，是不需要准备的。如果一定要想，如果如果什么？想到什么？菲尼娅，不是说已经彻
彻底康复了吗？他可能有点紧张。哦，方苗，如果一定要想，如果一定要想，我想说的是，过去这段日子，是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间。菲尼总说我是个英雄，要向我学习，但他才是让我最敬佩的那个人。为了照顾我这个陌生人，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时间，不辞辛苦，不求回报。他从洗脸刷牙开始教我，一遍一遍不厌其烦，对我不离不弃。我很幸运，能在我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他。他让我重新站起来，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。他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。我今天能这么健康的站在你面前，都是他的功劳。好啊，太好了，鼓掌！好，菲尼同志啊，哎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光荣地完成了我们江面一厂交给你的艰巨任务。我明天就向厂领导汇报，像你这么优秀的职工，当劳模、上大学，那都是最合适不过的。谢谢主任，我一定不辜负厂里的培养。好啊。方明阳同志，我们一起合个影。对，好来。看我干嘛？你怎么不按照我的稿说呀？啊，刚刚你那么说都吓死我了。你说的话我都不记得了，而且我也不想说假话。你那也是假话呀？什么自你有记忆以来最幸福的时间？那是真话。怎么可能？作为一个失忆的病人，自我有记忆以来，不就是从医院醒来开始算的吗？